上个周末，上海刮台风，一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雨，甚至都发生了内涝，城市里面都发生了水灾。我在家里躲着，没什么大的问题。但是前天晚上，我去外面机场接家里人回家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在高速路上，却遭遇了车子抛锚了，经历了1个小时我才脱困。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这次教训，希望你们不会像我这样犯这种类似的低级错误。你们好，我是 Edward， 我会用简单生活里的普通话帮你们学习中文，也让你们更好的了解现代中国。你们认识我手上的这个东西吗？它叫三角警示牌，三角形的，报警用的。当我们车子出问题抛锚了，车子跑不动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在车子后面很远的地方放上这个三角警示牌，用来给后面的车子示警告警。你们会用这个东西吗？前天晚上我去上海附近的一个机场接我家里人回家。刚才也说了，上海那2天刮台风嘛，所有的机场还有高铁站全都暂停了，所以他们3个人只能飞到上海附近的一个机场，无锡机场。无锡机场离上海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有110公里。他们的航班是晚上11点半嘛，所以我当天晚上开车去无锡机场。我去的时候发现我车子里面就剩2格油了。当时我心里有一点侥幸心理，感觉2格油应该能跑个来回，因为我之前几年前经常在上海和无锡两地来回跑嘛，3格油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我觉得2格油估计也刚刚好。当我开到无锡机场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车上的油表从2格降到1格，然后又到了红色告警的区域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心存侥幸，没有去加油。当我接上家里人，已经到了晚上12点了，所以我就赶紧的开上车子上了高速路。一路上我心里还是蛮忐忑蛮紧张的，总是担心油不够，如果油真的没了会怎么抛锚呢？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油车子抛锚的情况。车子刚进入上海，还在高速路上嘛，我突然发现我的车子速度降下来了，而且车子的仪表盘上也开始告警，说车子性能下降非常厉害，而且出现了一个乌龟的标志，车速立马从100降到70，然后50，我就感觉不对劲了，立马靠边停车，因为高速路上都有一个紧急停车带嘛。我刚刚把车子停好，发动机就已经停止工作了。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，我车子上的灯还正常工作。我赶紧把那个双闪灯打开，给后面的车子一个提示，一个告警。因为车子打开了双闪灯，左右两边的转向灯
都会闪烁嘛。然后第二步呢，我赶紧去给保险公司打电话，让保险公司来把我的车子拖回家。但是保险公司告诉我，他们的救援车辆上不了高速路，我只能先打110，让110叫拖车，把我的车拖下高速路，然后我才能叫保险公司把我的车子拖回家。所以我就只好打110了。然后110立马就叫了一个拖车司机给我打电话，我告诉了拖车司机我的具体位置，因为我当时停的那个高速路那个位置正好有一个标识，上面写了一个标识号，那个拖车司机一听就知道我抛锚在哪个地方了，所以我就只好等了。这个时候我想起来，虽然我的车子停在了紧急停车带，而且双闪灯也闪了，但我最好还是去后面架上一个三角警示牌。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三角警示牌的盒子，更不知道怎么使用它，所以当时手忙脚乱的花了好几分钟才把它架起来。但是因为当时风很大，虽然没有下雨，可能下了一点毛毛雨，但是风很大，我也得站在这个旁边，用脚把这个支架踩着，否则风就把它吹跑了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我就远远地站在我抛锚的车子后面，等着拖车司机来救我们。抛锚了，在高速路上已经等了半小时。我就望着远远的我的小汽车，还是蛮担心的。高速路上车子都非常快嘛，就算我的车子停在当时的紧急停车带，但是旁边那个车道就是大货车的车道，经常会有一些大货车在旁边高速的通过。当时心里真是特别的担心害怕，而且都是凌晨1、2点了嘛，家里人也是困得不行了，很困，小朋友都已经在车上睡着了。终于等了半个小时，拖车司机终于到了。又下起了小雨，这1、2个星期真是雨都没有停过。其实我在跟保险公司打电话的时候，就问过他们能不能帮我带点汽油，因为我车子抛锚肯定是没有汽油的原因嘛。但是他们说不行，因为汽油是易燃易爆物品，保险公司是不让带这些易燃易爆物品来救援的。下了高速路口，本来那个110的拖车司机要准备离开的，这个时候因为我在跟保险公司联系嘛，保险公司的拖车还在排队呢，因为是台风天气，救援的任务很多。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跟我建议，让我继续去跟那个110的拖车司机问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他继续帮我拖到附近最近的一个加油站。幸好这个拖车司机同意了，也可能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加油站其实就离这个出口非常近，可能也就500米的样子吧。终于我们到了加油站，加好油，
我重新发动我的小汽车，车子一切正常了。哇，当时真是长舒了一口气，终于轻松了。最后其实这个110的拖车司机也没有收我额外的费用，他只是让我给他买了一包烟作为报答。这次教训让我白白浪费了1个小时在路上，而且还经历了非常担心、非常害怕的半个小时。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，非常害怕呢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抛锚，尤其是高速路上抛锚的事故？你们是因为什么事情抛锚的呢？最后是怎么解决的？你们当时害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，也分享我们彼此的教训。好了，今天这次事故，这次教训就分享到这里。希望我们都永远不再犯这种类似的错误。而且，就像那个三角警示牌，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各种的准备。这叫未雨绸缪嘛。就算没有下雨，有时候天阴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带着伞出门。你们同意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节目，也欢迎你们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